好，各位同学，我们来看一下今年学测选填题的第一题，就是13题。某高中聘用的全体教师有1/4只有学士学位，3/4有硕士学位。只有学士学位的教师中有1/5通过英听检定，他也没有说是哪一级的。那有硕士学位的教师中有3/5通过英听检定，已知每位教师被抽到的机会相等。若随机抽选一位通过英听检定的教师，则该教师有硕士学位的条件几率是多少？那同学，这一题呢，你把它阅读完之后，你就会发现这是高二下条件机率贝氏定理这个章节非常非常基础的贝氏定理的题目，所以呢，我们就用树状图来搞定它就可以了。假设呢有学士学位的这个把它设为集合 A， 硕士学位是 A prime， 然后呢题目要求这个英听检定嘛，对，好，那这个呢就叫做 B 好了。好，所以呢，你从树状图画开来，今天呢有学士学位的1/4，硕士学位的3/4哦，这是一个分割。那再来呢，底下呢我们分别去测得可以有通过英听检定的，在已经知道是学士学位之下的有1/5，然后呢硕士学位之下的有3/5。好，那这个都是通过英听这个条件，所以我们要求这个条件几率就是 be given 这个 A prime， 因为我要抽到这个硕士学位的那这边其实就是非常非常单纯的贝氏定理的题目，你只要把所有的 B 去把它加起来，放到分母4/3乘上5/3，然后呢，题目要求的这一块好，那既是通过英听测验，又是硕士学位的4/3，再乘上5/3，好，算出来就是答案呢。答案就是9/10。这题非常非常的容易，是一个基本题。同学，我们继续往下看选填14。他说呢，在坐标平面上呢，向量 AB 呢与直线 y 等于 bx 减1是垂直的。那问这个 a 加 b 的最大可能值是多少？那首先呢 ，y 等于 bx 减1是一个直线嘛，对不对？整理一下 bx 减掉 y 再减1等于0。好，那我不管它斜率是怎么样，那这个向量 AB 跟它垂直呢，我们就想到，那显然呢，这个 bx 减 y 减1的法向量，你可以把它叫做其中一条法向量可以叫做 b-1啦。那我的 AB 向量既然跟这个直线互相垂直的话，那代表说我 AB 这个向量呢，它就和这个直线的法向量是互相平行的。那于是呢，我们就有这个 b-1呢，再来说呢，应该是跟 AB 呢差一个系数倍哦。那这边你可以检查一下，因为等一下呢，我们要用这个分数成比例，两个分量成比例的方式呢，来处理 A 跟 B 的关系式，所以这个显然呢 ，A 比 B 呢会等于 B 等于-1哦。在这个 B 不为0的情况之下，那这边 B 呢，你检查一下，它是不可能为0的，因为它如果 B 为0的话，就会产生矛盾哦。好，那所以呢，这边 b 其实不是0，那你可以得到一个关系是叫做 b 平方等于-a。好，那太好了，题目要求这个 a 加 b 的最大值呢 ，a 加 b， 好，你就可以把它变成这个-b 平方再加 b， 它可以看成是一个以 b 为自变数的二次函数，你用配方法去配它。那你就可以得到呢，这个是负的 b 减掉1/2的平方呢，再加上1/4，开口向下的抛物线哦，所以呢最大值就是1/4这个答案。那这一题呢，你仔细分析它之后，看起来也没有需要太多步骤，也算是相当容易的。好，同学，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选填题15题。好，这是一个等差数列搭配对数的题目，又是一个跨章节的题目。我们来看一下。好，所以已知3个正数呢 ，A、B、C 形成一个等差数列。好，那它有限制条件哦 ，A 小于 B 小于 C。
那而且呢，坐标上3点呢 ，A log 3a，B log 4b，C log 6c 在同一直线上3点共线，那求 a 分之 b 的值是等于多少？那同学他给的这个条件呢非常明确嘛，那个 A、B、C 呢是等差数列，所以呢，你就可以知道呢，我们的 B 减 A 是等于 C 减 B。都等于我的公差 D 那 A 小于 B 小于 C 的话，那这个都是大于0，那公差呢是正的。那为什么我要用到这个条件呢？因为呢，你会发现，等一下我们要处理3点共线的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把这3点叫做大 A、大 B、大 C 好了。好，那因为呢 ABC 共线。那我们当然想到什么？这个 Y 坐标的变化 log 4b 去减掉 log， 我们把 A、B 两点取它的斜率斜率相等。Y 坐标的变化率去除以 X 坐标的变化率，好，将会等于 B、C 两点的斜率 C 减 B， 然后呢 log 6c 去减掉 log 4b OK， 好，那因为呢 b 减 a 跟 c 减 b 是一样的，而且都是正的我们就把它直接消掉。那由对数的性质啦，左边呢是 log 4b 去除以 3a 对数率，真数相除。那右边呢一样对数率log 6c 减掉 4b。 好，那你可以只看真数就好嘛，对不对？那就可以得到呢 4b 除以 3a 等于 6c 去除以 4b 这个条件。好，我们得到一个等式叫做 16b 平方等于 18ac。那这个等式有什么用呢？你会发现呢，题目最后要求的并不是 A、B、C 的确切的数值是要求B 去除以 A 的比值是多少。那于是呢，我们就想到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条件呢，可以把它做一个化简可以观察一下 B 平方2次嘛 ，AC 也是2次那第二个。又因为呢，我们的 A、B、C 是成等差 ，A、B、C 呢是成等差，所以呢，马上想到呢，这个2B 呢是等于 A 加 C， 对不对？好，那我们等一下就可以让这个 C 呢是等于 2B 减 A。好，刚刚这叫第二式，这个叫做第一式。我烦了。好，刚刚这叫第一式呢，这个叫做第二式我们可以把第二式呢，把它带入第一式，把 C 换掉把 C 换掉有什么效果呢？你就会发现呢，就变成16B 平方等于18A 再去乘上这个 2B 减 A。 好，那你稍微化简一下那就会变成 16B 平方再去这个减掉 36AB 再去这个加上 18A 平方等于0。好，那这个比较有之前有算过比较多类似题目的同学应该就有发现，我们等一下呢，只要呢左右同除以一个 a 平方，我们就可以把它换成一个跟 a 分之 b 有关的一个方程式好，那我再把它写到这边好了。好，它就会变成16乘上 a 分之 b 的平方，再减掉36乘上 a 分之 b， 再去加上18等于0。好，我们就可以来解这个以 a 分之 b 当作未知数的二次方程式或者你可以把它看成是 x 也没有关系，都可以把它看成是 x 好，那稍微约分一下比较好做了这个除以2，左右除以2 18，然后这个是9，那因式分解嘛，对，那就是24 33，那负12负6刚好是18所以呢，你会发现这个呢 x 呢。好，是等于 a 分之 b， 我就有两个解释，2分之3或是4分之3。那同学一看就知道4分之3是不合的，因为呢，从这个条件呢，就会发现呢 ，a 呢一定要比 b 来的小，对不对？所以呢，后面这个是不合的，所以呢，答案呢就是2分之3这个答案。
同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选填题的第16题。他说呢，坐标平面上已经知道二次函数的图形伽马呢，它的顶点落在 y 等于1加 2x 上，而且交 x 轴与 AB 这两点，然后呢，把伽马平移，这样平移之后图形得到顶点 Q。那也在 y 等于1加 2x 上呢，也通过呢 B 这一点。那此时呢 PQ 为相异两点，求线段 PQ 是等于多少哦？好，那同学，我们大概呢可以知道它的图形呢，应该长得像这样啊。如果 x 轴在这边的话，那我们第一个图呢，好，大概画一下啊。好，它这个是交于-2/10跟2/10这两点，那这个叫做 P。继续呢，平移之后，好，这个顶点是 Q， 也是同样在这个 y 等于1加 2x 的图形上。但是呢，我现在教到另外一点呢，叫做阿尔法0好了。那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个阿尔法把它找出来哦，也要把这个抛物线啊，这个次函数的这个领导系数把它找出来。那首先呢，第一个呢，毫无疑问的，我们可以先假设原本的这个伽马哦，原本这个伽马它的二次函数的样子呢，就是 y 等于 a 哦，伽马 y 等于 a 乘上 x 加上1/2再乘上 x 减掉1/2哦。好，那展开之后变成 ax 平方再减掉1/4a。那显然呢，我的顶点是在哪里？是在0-4/a。好，那我们就把它带入把它带入这个直线方程式，那我们就可以得到呢 a 是等于-4。那我们先把这个领导系数呢，把它找出来。所以呢，这时候呢，我的顶点坐标就是0、1。好，我们先找到呢这个 P 点的坐标呢，就是0、1啊，这是第一步。好，那再来呢，我们一样就是直接去假设呢，平移之后，那平移之后的这个图形呢，我们把它叫做伽马 prime 好了啊。假设这个伽马 prime 呢，就是 y 等于-4乘上呢 x 减掉1/2，再乘上 x 减掉阿尔法。好，那这时候呢，顶点的位置顶点的位置我知道呢。它就是1/2加阿尔法嘛，就是这两个根这两个根相加除以2。那你如果呢也把它带入，到这个直线1加 2x y 等于1加 2x 上面呢，你就可以得到呢我的 y 坐标就是2/3加上阿尔法。OK。那么这是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这个资讯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情，是想办法把阿尔法把它解出来哦。那我们这一题就差不多了。为什么差不多呢？等一下大家就会知道。OK， 好，那我们现在呢，把这个顶点的 x 坐标把它带回去，把它带回我们这个方程式，看一下会变多少。那你就会发现呢 ，y 等于-4。去乘上。好，当你带进去之后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是2/这个负的2/，就是阿尔法减掉1/2啦。好，前面是这样。OK， 对，我看先查一下没有错。好，那你带到后面这个 s 减阿尔法呢，看起来也是2/这个1/2减掉阿尔法哦。那总之呢，这边我们稍微整理一下，就是这个阿尔法去减掉1/2的平方。OK， 好，那这个东西呢，会等于什么？会等于顶点的 y 坐标会等于这个2/3加阿尔法。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阿尔法解出来展开整理一下，阿尔法平方减掉阿尔法再加上1/4等于2/3再加阿尔法那再稍微的整理一下，阿尔法平方减2阿尔法，然后呢减掉5/4等于0我们再乘以4。
这边变成4倍，然后你发现，我是可以因式分解的22，然后呢51，然后呢负大正小啊，所以就可以得到阿法是等于5/2，或是负的1/2。那后面这个当然就是不合，因为 P 跟 Q 是相异的啊。那负2/2就变成前面那个伽马的图形，而不是伽马 prime 的这个图形了。好，那于是呢，我们就知道呢 Q 点的坐标哦。好，你把它带进去之后。Q 点的坐标5/2带进去的话是3/2，然后呢这边是多少？是4哦。OK， 好，最后呢我们只要算2点距离公式就可以，因为 PQ 就被我们找出来哦。好，第3个把它写在这边，所以呢最后呢我的线段 PQ 就用2点距离公式呢，就是2/3的平方再加上3的平方啊，所以呢算出来最后答案是这个2/3根号5啊，这一个答案。好，大概就像是这样子。好，同学们来看一下这个选填题的第17题最后一题哦。他说直角三角形 ABC 当中呢，角 CAB 是直角。好，那角 A 是直角，我们就先把它画一个，角 A 是直角。好 ，ACB， 然后呢？满足呢 AB 上的一点 D， 我把 B 放在这边好了 ，C 在这边，然后满足呢 BCD 的这个角度呢是2倍的 ACD 的角度，那 D 在这边，那我们就假设这个是2西塔，这是 theta 好了 ，OK， 然后呢 BC 等于2倍的 BD 哦，那我们就假设这个是 X。这个是2x 好了 ，BC 是2x，BD 是x。好，那最后呢，我们要求的是什么？向量 AD 等于 k 倍的向量 AB 啊，向量 AD 等于 k 倍的向量 AB。那总之呢，就是要求这2段的比例关系啦。看起来是这样，然后求 k 是等于多少？那同学这一题呢，看起来呢，是一个典型的三角题哦。那应该会有蛮多解法。那这边呢？就简单的用其中一种方法来试看看好了，因为呢我发现呢这个是西塔，这个是2西塔，然后就在直角里面，所以呢我把这个目光呢而且它提供的条件就是 B 柱是 BC 的1/2嘛，对，所以呢我就是先把目光呢锁定在三角形 BCD 上面，那这个角度根据外角定理哦，就是90度加上西塔，所以呢我们在三角形 BCD 当中呢，我们先由正弦定理，因为它西塔跟2西塔都摆出来了啊，那对应的边都摆出来了，不用正弦定理，对不起自己啊。那 x 呢去比上 sin 2西塔，就是等于2x 去比上 sin 90度加西塔啊，当然我们知道呢 ，sin 2西塔就是2 sin cos， 那90度加西塔的 sin 呢就是 cosine 西塔。好，那 cosine 西塔显然是不会是0啊，我们就是把它约分掉，好，把它约分掉。好，那 x 呢也不会是0哦，把它约分掉。所以呢，我马上呢，很快的就求出来 sin 西塔呢的值呢是1/4啊，是1/4。好，这个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利的条件。这个题，这个 sin 西塔等于1/4算出来之后，那我们就很快就可以拨云见日了啊。好，那我们就继续再来看下去啊。那最后呢，我要求的是这个AD 这一边呢啊，它到底是占这个线段 AB 的几分之几？好，那所以呢，我今天呢一样，我们就假设 AD 的长度是 y 好了。那我们刚刚已经算出来 sin 西塔是1/4嘛，对，所以呢，这个呢就叫做4y， 好，这叫4y。我先把这2段呢把它假设出来，假设 AD 是 y， 然后 CD 是4y 哦。那第二个呢，一样，我们再用一次正弦定理试看看，一样在三角形 BCD 当中哦。三角形 BCD 当中呢，我们再用一次正弦定理试看看，有正弦定理哦，看一下会发生什么事啊？好，那这时候呢，因为我要知道 x 跟 y 的一个倍数的关系哦，所以呢，我开始锁定这个角哦，这个角
好，180度扣掉剩下这两个角之后呢，你会发现就是90度去减掉3 theta。好，那这边我也想用个3倍角公式啦哦。那但如果同学没有记这个公式的话，你当然有别的方法可以处理它。那这边呢，我就试看看用这个3倍角公式。好，这4y 这一边呢，去比上 sin 90度减掉3 theta 哦，等于好，我们挑这个 x 比上sin 2 theta 好了，sin 2 theta。好，那我们再稍微的去把它化简整理一下哦。那 sin 2 theta 就是2 sin theta cosine theta。那这个 sin 90度减掉3 theta 呢？那显然有余角关系是 cosine 3 theta 哦。那 cosine 3 theta 呢是4 cosine 减3 cos 4倍的 cosine 3 theta 减掉3 cosine theta。OK， 那左右两边的分母呢，可以各约去1次的 cosine。好，那你会发现呢，这时候呢，所有的数值基本上就算出来了，因为呢 sin theta 是1/4嘛，2 sin theta 就是1/2，对。那 cosine theta 那从这边你可以知道呢，我们 cosine theta 的平方，cosine theta 呢是可以是正负4根号15啦哦。那这个 cosine theta 平方就是16/15，16/15。好，我们丢进去算一下，好，是4y，然后呢，这个是4，等于乘上16/15，就是4/15，再去减掉3。好，这个是3/4哦，3/4，这个是4/3。好，所以呢，我们去比一下，你去算一下，所以呢，这时候呢，我们算出来，最后呢，这个 x 比上 y 啊，这个会是多少呢？2再去除以4/3哦，那就是8/3。8/3。OK， 好，那最后呢，我要求的这个 k 哦，那这个 k 呢就呼之欲出啦。k 的话，看这个 x 呢占8份哦 ，y 占3份，所以呢，这个 k 呢就是11/3，这个答案。